如果你已经在 YouTube 上面发了一段时间影片了，而你的影片观看量是0，是个位数，甚至完全没有被算法推荐，那么我要告诉你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这不是你不够努力，也不是你没有天分，更不是 YouTube 在随机惩罚你。相反，卡在0观看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。YouTube 不是没看到你，而是他不确定是不是应该把你推给任何人。我是 Grayson， 这频道将分给你 YouTube 频道运营以及流量变现技巧。我每周会分享3部影片来帮助你少走弯路，所以要记得订阅我频道。再来特别准备了一份 YouTube 新手成功宝典，里面会有频道成长以及变现的核心策略，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去免费领取。很多人会认为影片没有流量，是不是自己运气不够好，或者是 YouTube 演算法不喜欢自己？但其实真相是 YouTube 它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平台，在没有足够的理由之前，它宁愿什么都不做，它也不会把你的影片推荐给任何观众。所以说你现在卡住不是失败，而是你没有通过它的第一道信任门槛。在2026年 YouTube 要确认的第一件事就是你是否是一个真人，还是一个低质量一次性的可替代的账号。所以说第一步它不是内容，而是信任。接下来你需要做几件非常关键的事情。首先你需要去完成频道的验证，你需要去到 youtube.com/verify。 如果你频道还没有完成验证，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任因素。接着你要去开启你频道的进阶功能，因为这一步 YouTube 会要求你去拍摄验证的影片，或者是直接上传你的真实身份，这就可以直接告诉 YouTube 你是一个真人在经营这个频道。接着你需要让你频道看起来像是一个长期会经营的频道，你要去加入你的频道头像，你要去加入你的频道横幅，你要去添加你频道的介绍，并且呢你要有一个明确的主题方向，在你 YouTube 的后台里面添加一些频道的关键词。接着你就要去稳定的去上传4到12部影片，让系统能够看到这是一个在稳定更新的频道，能够看到一定的行为轨迹，还有就是频道的年龄还有活跃度。我建议你可以去订阅那些你频道领域里面表现最好的频道，然后每天花20到30分钟去看他们的影片，去学习他们的经验。这也会让 YouTube 知道你是在和 YouTube 这整个社群互动的，你也是内容的消费者。那这些都不是技巧，而是门票。如果你连门票都拿不到，那么之后所有的内容技巧都无法实现。好，假设现在 YouTube 不把你当成机器人了，那接下来才是重点。我要说一句有点残酷的话，大多数0观看的影片不是没人看到，而是就算看到也没有理由点。因为这样的内容它没有明确的去解决一个问题，或者说提供某种价值。很多创作者都会说我已经很认真的在教了，我觉得这部影片很有价值，但是 YouTube 它是不会管你有没有用心的，观众也不会为你的努力买单。真正的价值只有一种，就是被验证过的，被大部分的观众需要的价值。所以你不应该问我要拍什么，而是你应该问有哪些内容有大量的观众愿意花时间去看完。这里我要讲一点， YouTube 的成长不是靠原创去赢的，而是靠在已经有效的内容上做得更清楚、更完整、更好执行。你不是抄，而是在拆解已经有效的内容结构，去找出观众真正关心的点，把零散的答案整理成一次就能够听懂的版本。这并不是不道德，而是创作的本质。接下来这一点是90%的创作者完全没有想到的。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，观众在看完你的这部影片之后，接下来的1小时会干嘛？如果你答案是我不知道，随缘吧，那么 YouTube 演算法也会不知道为什么要继续推你。YouTube 它不只是看这支影片好不好，而是更会看这支影片到底留不留住人。所以真正厉害的频道不是单支影片汇报，而是影片之间是有路线设计的。比如说你可以参考我的频道，我的每一部影片的结尾都会推荐一部相关的影片，去让观众继续观看，所以我就能够去有效的转化一部分的观众去到那部影片，让这些观众继续留在我的影片里面。而那部影片也是同样的操作，继续在结尾的时候推荐另外一部相关的影片，继续留住观众。所以当我频道里面每一部影片都会有这样的操作的时候，我就能够有效的把观众留在我频道里面去观看更多影片，去给我带来更多的观看时长。
那 YouTube 演算法也会认为这些观众喜欢我频道里面内容，那接着呢就会推荐更多我频道里面的影片给这些观众，这才是 YouTube 真正奖励的行为。说到这里，我想多补一句，很多人做 YouTube 卡住，其实并不是他们不想学，而是说他们学得太零散，没有人去告诉他们怎么应对，怎么接下去。所以我自己有经营一个线上的创作者社群创意联盟，里面不只是讨论问题，我也整理了一些系统化的教学内容还有示范，帮助大家把这些观念真正的用到频道上面。那重点不是让你去学习更多的信息，而是说你会知道这一步应该怎么走，下一步应该去哪里。如果你需要有一套系统的学习资讯，你也需要有一个可以一起走、互相支持的社群环境，那么我欢迎你加入到创意联盟里面。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去了解更多社群的信息。再来讲一个很多人可能不太愿意面对的现实，你的影片可能真的不差，内容也很有价值，你也花了很多时间剪辑，但是如果说观众在滑到你影片的那一瞬间，标题看不太懂，缩图不太明确，观众需要停下来想一下你在讲什么，那结果非常可能只有一个，观众直接滑走，不是因为你不好，而是因为观众真的没时间猜。现在的 YouTube 观众是在一个资讯高速流动的环境里面的，他们不是坐下来认真选片，而是在一直滑动。每一支影片他们只有不到1秒钟的判断机会，所以点击这件事从来不是比谁的内容深，而是比谁更容易懂。你的标题和缩图从来不是解释内容的，而是用来回答观众心里面的一句话：这部影片值得我现在点开观看吗？它有在处理我的问题吗？这也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顶级大频道，他们的缩图都有以下几个通用的特点：颜色够亮，画面一眼就抓得到；元素够大，不用放大也看得清楚；文字很少，但是信息非常明确。他们不是在追求设计感，而是在降低观众的理解成本。所以你的标题和缩图需要做到一件事就可以了，让对的人1秒钟就能够确认，点进去就是和我相关的。你并不需要去吸引到所有人，你只需要去吸引到刚好需要这部影片的人。而一旦有人点进来看下去，那么系统呢就会自动的去帮助你推荐给更多类似的观众。那接下来这重点呢，也是很多人最容易忽略的。到了2026年 ，YouTube 早已经不再是谁讲的广谁就有机会的平台了。现在更接近的现实呢，就是大频道赢在系统，小频道赢在具体。当你频道还小的时候， YouTube 它不会一下子就把你频道推荐给很多人，它只会先找一小群最有可能对你影片产生兴趣的观众先去测试一下。那么核心的问题就出现在这里，如果你频道讲的是教理财、教剪辑、教健康，这些主题在现在的系统里面都是太宽泛的，它就很难去判断，那么我第一批的人我应该推荐给哪些观众呢？而反过来，当你的内容变得更加具体的时候，比如说给上班族的理财，给40岁以上的人的健康，给新手的影片剪辑，系统反而是更容易理解你在做什么，更容易的去帮助你找到对的人。你不是去把你的观众变少，而是让系统更容易的判断应该展示给哪些观众。而一旦这些刚好需要的人点进来了，看下去了，那么 YouTube 才会有理由去把你的这部影片推荐给更多类似兴趣的观众。所以你真正需要做的不是去取悦所有人，而是先被一群刚好需要的人选中。在这支影片里面，我们讲的是为什么你会卡住，系统怎么看你。但是有一件事同样重要，而且有很多人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系统判出局了。我希望你能够再花一点时间，接着看这部影片。这期影片会告诉你2026年 YouTube 严格打击的7种频道类型。这部影片不是你之后再看也可以的影片，而是现在你就要确认你是不是踩在了红线上面。这部影片真的非常重要，我希望你现在就点击观看。